Hello 咁多位，咁今日見到我啊，兩個箱人咁高，咁就知道我要試呢個坐地喇叭啦。咁其實佢都係一隻細坐地喇叭嚟嘅，因為箱係咁大啫，入邊其實好細嘅。細坐地不嬲都係好多香港發燒友中意玩嘅嘢啦。因為買書架喇叭你要加腳架，買坐地喇叭佔嘅空間又係差唔多。咁可能以往咧就不嬲都會覺得坐地喇叭好難擺啊，或者好難推啊咁樣。但係咧好難擺同好難推呢件事咧喺呢個牌子裏面就唔會發生嘅。今日同大家試呢個丹麥 Audio Victor 一個比較細少少嘅坐地喇叭 QR5 SE 咧就係 Special Edition 特別版呢個單元啊，用料上咧都有啲提升嘅。價錢咧就冇我之前試嗰啲咁貴啊。今條片咧我會同大家試下呢一對喇叭，睇下佢嘅 size 幾大啦，睇下佢易唔易玩啦，聲底係點啦，睇下係咪真係咁適合又貪心又冇乜地方擺喇叭嘅發燒友。好，咁啊開箱先啦。哇！呢啲發泡膠唔好爛啊，一爛就變成碎片。又係呢啲釘腳啦，一陣先裝。哦 ，OK， 呢個係底，玩我呢個係底，裝個釘腳先啦。鋼琴令面啊，呢個又係靚嘅。低音反射孔喺呢度，就呢個係磁吸嘅。哦，搞掂，開咗啦。佢高度就係咁啦，好細隻啫。咦，3隻單元啊！一隻氣動高音，咁多單元應該低音個量都夠啦。呢一隻開箱完畢，呢個唔怕啦。只差一點點即可以再會面，直行直過，只差一個眼波，將彼此重。丹麥 Audio Victor 咧，咁我哋都試過幾次噶啦。其實佢哋嘅喇叭咧分2個系列嘅啫，貴價嘅 R 系列。入門啲嘅 QR SE 系列，主要型號有4款，1357，當然仲有中置超低音嗰啲俾你夾玩家庭影院啦。今次實試嘅 QR5 SE 咧，設計係3路4單元低音反射式。先講高音啦，嗱大家都見到啦，高音咧就係佢哋自家生產嘅氣動高音 GoLive AMT2。咁廠方聲稱呢一個新嘅氣動高音咧，高頻伸延能力更加高啊！官方資料話佢嘅高頻係可以衝上去102 kHz 嘅。咁當然我哋聽唔到102 kHz 啦，但係呢個規格就係代表單元工作範圍好寬裕，喺可聽範圍內嘅上位同埋失真控制咧係控制得更加之好嘅。另外喺氣動高音前面，大家會見到有塊金色嘅絲膜，呢個膜唔係裝飾用噶，係一個叫做 S-Stop 嘅 filter， 佢係一個聲學擴散嘅網嚟嘅，可以控制氣動高音嘅擴散，令到個指向性更加平滑，減少啲好硬耳嘅時時聲嘅次音。回答我不因結束不知結果，不敢說穿的疑問，想怎麼寫只看我心。好啦，3隻中低音方面，一隻咧係6寸中音，2隻係6寸低音，都係用廠方一種叫做 Pure Piston Technology 呢一種設計咧。即使係大音壓播放嗰陣時，都可以一樣保持低失真、兼顧速度嘅同時 ，keep 到自然嘅音色啊！另外2隻低音亦都加咗料啊，不過係睇唔到嘅。低音單元係用 Dual Magnet， 即係用2組磁鐵嚟到提高磁通嘅密度啊，提升控制力，降低係聲音動態重播嗰陣時嘅壓縮感啊。而單元嘅振膜就係由3層夾層物料結合而成嘅。結構咧就係2層鋁合金夾住1層軟性阻尼物料啊，降低共振同埋改善阻尼嘅。咁分音器咧用咗全新雙重低溫處理聚丙烯錫道銅嘅電容啊，呢個電容咧係自家研發嘅，金屬外殼嘅電阻改善散熱啦。遇上長時間高功率咁樣運作嗰陣時，阻值嘅變化會更加細啊，因此咧分音器嘅工作就會變得更加穩定啦。另外 SE 系列箱入邊亦都加咗叫做 Nanopoly 嘅吸震物料，喺指定嘅位置擺放，作用咧就包括可以吸收箱入邊嘅反射，降低駐波，改善中頻嘅透明度同埋減少雙聲嘅。至於個低音反射孔係位於喇叭嘅底部前方，叫做 Q-Port Bass Reflex， 喺增加低頻量感嘅同時咧，減少風噪，提高低頻嘅控制同埋低頻嘅速度嘅。好，睇睇規格，分頻點係擺喺400Hz 同埋3kHz，靈敏度91dB，壓定阻抗係4 ohms，
頻率響應24 Hz 去到45 kHz 啊，不過冇講負幾多 dB 嘅。尺寸咧就如圖所示，但係重量嘅資料欠奉啊。喇叭係有3款標準木皮同埋顏色俾大家揀嘅，繼續都係丹麥人手製造啊。品牌原產國自家生產咧，對於好多用家嚟講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購買考慮嚟嘅。好，咁而家錄呢個 Audio Victor QR5 SE 呢對喇叭，呢對喇叭其實非常之易推嘅，但係佢係4âm，所以對擴音機嘅瓦數嘅量唔需要大，但係佢對嘅質要求好高，所以今次咧我就夾咗呢部高敏嘅 Telos 670嘅合頻式擴音機，咁當然係貴過個喇叭啦，咁但係咧都可以發揮到呢個喇叭嘅終極潛能啦。信源咧就都係 Reference 嘅系統啦，本 server 咧就係 Rotner 嘅 Wavelight Server， 咁然後解碼咧就係 Mola 嘅 Tamagi， 咁我哋就錄一錄音先。好，今日講一個聲啦。咁首先呢，作為一個細座地喇叭嚟講，呢對喇叭嘅聲音呢係有規模感，聽啲現場錄音啊，聽啲古典樂啊係幾唔錯嘅。但係同一時間佢又可以好細膩，又有好豐富嘅細節喎。即係簡單啲嚟講呢，就係有氣勢又有幼細啦。咁另外要讚嘅呢，亦都係同其他 Audio Victor 嘅產品一樣，就係即使佢係用氣動高音，但係佢嘅氣動高音同埋追盤嘅中音銜接得非常之好嘅，冇段落嘅缺失，即係正所謂三頻平衡啦。咁但係當然氣動高音始終都係主菜嚟嘅，嗰個高頻伸延好順滑嘅感覺呢，係成個喇叭表達入邊一個好重要嘅優勢啊。而更大嘅優勢就係即使個高頻咁靚，但係一啲錄音上高音比較惡嘅聲音，可能喺其他喇叭你會出現有吉耳啊，或者有啲齒音會比較難聽嘅。咁但係呢一個氣動高音呢，就可能真係受惠嗰個 S stop 啦，就冇呢個問題出現嘅。低音有2隻單元，而且仲有低音反響，量會唔會太多呢？咁經過幾日時間細心咁樣聽啦，我覺得佢嘅低音係屬於速度型嘅低音啦，控制力好好嘅，唔會鬆散，所以低音音量當然係坐地喇叭嘅量啦，但係唔會係慢速或者係過多嘅。咁啊中音方面咧，層次感非常清晰啦，人聲嘅質感亦都好靚啊。咁至於喇叭使唔使 toe in 呢？我就覺得呢一對喇叭嘅氣動高音個水平擴散角度都好闊，所以唔 toe in或者係 toe 少少咧，都係非常之啱啦。至於喇叭離後場呢，因為個 damper 想向地，而且係傾向比較前面，離後場可能有1尺2尺到就已經係非常之好，夠晒去呼吸噶啦。夾配嘅器材呢，我覺得夾一啲比較質感強嘅器材或者線材呢，就會更加適合嘅。咁講咗呢對喇叭好多唔同嘅強項啦，咁呢個喇叭有啲咩不足呢？咁我每次評測產品我都會講少少產品嘅不足啦，因為呢個世界上冇完美嘅產品嘅，希望各方明白啦。Audio Victor 嘅喇叭都係一樣噶啦，靈敏度普遍係高嘅。規格上咧係易推嘅，我要強調係規格上啊，因為擴音機的確唔需要好大瓦數就已經有足夠大嘅音壓啦。但係佢嘅壓定阻抗係4ohms，係需要一部電流輸出穩定嘅擴音機咧先至啱用。太大瓦數嘅擴音機反而我自己覺得唔係太適合嘅。嚴格上呢個都唔算係不足啦。單線接駁嘅喇叭接線柱你唔可以玩 by-amp 咯。除此之外我都諗唔到佢係啲咩明顯嘅不足啦。咁成日都見到啲音響廠、啲中價至入門嘅產品，通常都會話我哋會用翻旗艦嘅技術啊，用料下放落嚟嘅。咁但係好老實講，如果乜嘢旗艦技術都下放落嚟，啲貴嘢邊有人買啊？但係調翻轉頭講，如果乜嘢都唔下放嘅話，啲入門嘢咪唔夠抵買咯。而呢對 Audio Victor QR5 嘅 SE 3路4單元嘅坐地喇叭，以而家賣緊呢個價錢，你攞住個規格表去比呢，你都知道佢唔係俾晒你嘅。
但係聽出嚟呢，同我試過貴一級差唔多形式嘅坐地喇叭比，佢真係差唔多有70%功力俾你，但係價錢差唔多平一半。所以如果你係對聲音有絕對嘅追求嘅話呢，咁我梗係會同你講買 Audio Victor 旗艦嘅 R 系列啦。但係如果你係一個精打細算、追求高性價比，同時間對質素唔想有太多妥協嘅話呢，咁我認為你集中去聽真呢一對 Audio Victor QR5 SE，命中你心水喇叭嘅機會呢係高好多嘅。